人类，为何你是源头的化身？你趴在草地上，感受到了草地好刺，泥土有点冰，有点潮湿。当你向前看，在你的前面有许多棵树，许多的鸟在树上叫，还有一个蝴蝶飞过来，假装自己是枯叶。当你向左看，树似乎变斜了，你听到了机车、轿车和公车来来往往的声音。当你向右看，一群年轻人正在练舞，此时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当你向下看，由于你趴在草地上，你的脸整个砸到了地上，你的脸吃到了满嘴的青草，好鲜的青草味，然后你闻到了久违的泥土的味道。此时有蝉突然叫了起来，你回忆起来了，想到几经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趴在一大片草地去尽情地感受泥土和大地，突然对于大地充满了敬畏，因为你从大地感受到了被保护和被支持，所以对于大地只有满满的热爱以及感谢。你的身体似乎跟大地有种共鸣，你直觉地知道你的身体是来自于大地，也将回归大地。此时你感到跟大地有种深深的联系感，你突然有种洞见，就是你知道，原来你跟大地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分离。你趴在地上，接着侧转过身，你的头顶上面是满满的树叶，还有阴阴的天空以及刺眼的太阳。头顶的太阳一直在闪，实在是太刺眼了。于是你再次侧转过身，回到了原本趴在草地的姿势，继续看着前面的树。然后你试着分析刚刚的经验，你的外在发生了什么？你的眼睛看到过了什么？许多的鸟、树木、蝴蝶、车子、年轻人练舞、草地，还有树叶、天空、太阳。你的耳朵听到过了什么？许多的鸟在叫，各种车子的声音，年轻人的练舞声，风吹树叶沙沙声，蝉叫声。你的鼻子闻到过了什么？青草味、泥土味。你的舌头尝到过了什么？新鲜的青草，充满嚼劲。你的身体接触过了什么？草地好刺，泥土有点冰，有点潮湿，太阳一直在闪，实在太刺眼了。你的内在发生过了什么？思考上，你想起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趴在一大片草地上。心理上，你升起了敬畏，感受到了被保护、被支持，满满的热爱以及感谢。灵性上，你有来自于大地，也将回归大地的直觉感、跟大地联系感以及新的洞见。然后你发现，世界原本是没有内和外的分别，是因为有人以自己为中心。向外觉知到的人称为外在世界，也就是物质的世界；向内觉知到的人称为内在世界，也就是精神的世界。才开始有了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分别。然后你进一步的发现，对于外在世界，也就是物质世界，在视觉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所看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看到的对象的里面。在听觉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所听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听到的对象的里面。在嗅觉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所闻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闻到的对象的里面。在味觉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所尝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尝到的对象的里面。在触觉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所触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触到的对象的里面。对于内在世界，也就是精神世界，在思考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思考活动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思考活动的里面。在心理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心理活动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心理活动的里面。在灵性方面，你的觉知始终在直觉的对立面觉知着它们，所以你的觉知不在灵性活动的里面。总结一下，你在觉知物质世界时，你的觉知在你的身体外物质的对立面，也在你的身体内物质的对立面，所以你在整个物质世界都找不到你的觉知在哪里。而你在觉知精神世界时，你的觉知在你的思考、心理、灵性的对立面，所以你在整个精神世界也找不到你的觉知在哪里。你的觉知不在外在的物质世界，也不在内在的精神世界。
你既无法从外在的物质世界找到你的觉知位置，也无法从内在的精神世界找到你的觉知位置。那么，你的觉知到底在哪里？从你觉知到的外在和内在世界，应该能做逆向工程，逆着找到你的觉知在哪里。然而，你可以试试，不论你怎么从你觉知的对象，逆着觉知的方向找觉知从哪里开始的。不管是找觉知在时间上的从何时开始，还是空间上的从何处开始，你终究是找不到的。那么你的觉知到底在哪里？这就是源头的觉知神奇的地方。你能觉知，却找不到觉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里开始的。你不知道觉知在哪里，从何时开始，也不知道觉知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也不知道觉知是怎么启动的。但你却能够觉知到一切的外在和内在世界。觉知只能发生，却遍寻不着。一切的源头，它的觉知有个 but， 就是它的觉知只能觉知它的对象，而无法觉知到它的觉知自身。所有被觉知到的都成为了觉知的对象，而不再是觉知自身。所以觉知永远无法看清楚觉知自身的真相是什么。源头的觉知无法觉知到觉知自身的这个基因缺陷，在它投入它的一部分到每个世界和载具中时，也传承给了每一个生命。从最小的粒子意识，到石头的意识，到植物的意识，再到动物的意识，再到人类和外星人的意识，直到创世者的意识，都有这个基因缺陷。这个觉知无法觉知到自身的 but 是缺陷，但同时也是一个标志，就是你是来自于源头，你是源头的传承的标志。所以，从源头的角度来定义的话，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拥有这个无法觉知到它自身的这个觉知，才能称谓是生命。反过来说，没有这种觉知，就不能称之为生命。比如，小时候大家喜欢玩的洋娃娃、组合机器人、布偶、乐高玩具，没有源头的这种觉知，所以它们不是生命。或者说，它们也有生命，但它们生命的程度仅限于组成它们的布料、金属、塑胶的分子意识的程度。再比如，电影、电视、小说里面的人物、虚拟的游戏和动漫人物，没有源头的这种觉知，所以它们也不是生命。再比如 AI 机器人，不论外表的多像人，多会说人话，多会用人类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它们都没有觉知，所以它们也不是生命。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其父，源头，必有其子，人类。也就是什么人玩什么鸟，有什么样的源头，就有什么样的人类。人类拥有跟源头相同的觉知和觉知不到觉知自身的 but， 因此这就是人类来自于源头，是源头的一部分的最好的证明。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人类为何你一定是源头的分型？因为你和源头拥有相同的 but， 就是都拥有觉知，并且这个觉知只能觉知它的对象，却无法觉知到它的觉知自身。也因为你和源头拥有相同的 but， 所以可以很确定地说，你一定就是源头的一个分型。每个人都拥有跟源头相同的 but， 因此你可以进一步说，人类每一个人，不论国家政治，不论肤色人种，不论宗教信仰，不论贫富贵贱，不论高矮胖瘦美丑，都是来自于源头，都是源头在地球上的一个分型，一个化身。